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现在是不是法院要打脸川普了？因为呢，关税是国会核心的权限啊。现在美国上诉法院裁定川普的关税滥用职权。NBC 又报道说7名法官在多数意见中指出宪法明定征收关税等关税的国会核心权限是属于立法部门。意见书强调，关税是国会核心的权限。好，那现在加州州长纽森又出来讲了，说川普是美国最大的失败者。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说是被违宪违法，川普气炸了嘛，马上在他的推特上就写了，他说这个美国最终一定获得胜利。甚至呢说这个关税应该取消的话，说这些关税取消的话，对国家来说市场彻底的灾难，它会削弱我们的经济，所以我们要变得更强大。那现在谁也帮腔川普讲话了？现在呢，很多人出来也帮了川普，这个贝森特也出来。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川普的关税遭到重挫，上诉法院裁定违宪，那全案呢将决战最高法院。那现在川普的内阁贝森特也出来讲话，说如果关税被判违宪的话，将严重损害美国外交，会让外交变得非常尴尬，有点在威胁式的发言。那现在呢，与此同时中国是不是给美国软钉子了？因为刚刚提到贝森特，他说美中贸易一切皆可谈，目标全面重设经济关系。那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就中美贸易发表了关键言论。他一方面呢称当前中国关税的机制运作良好，另一方面呢说这个谈判意在这个全面重设双边经济关系，而且显示的贸易格局可能会引来重大的转变。但问题是现在美国大豆丰收，可是豆农为什么会哭惨呢？因为在中美贸易的冲突之下呢，第四季传统出口旺季，中国一艘都没有买，一艘船都没有买转身向谁？向阿根廷、向乌拉圭来转订单。所以呢，美国虽然大豆丰收可是卖不出去。现在阿根廷跟乌拉圭中国就刚刚买了，所以对美国的出口商来说是进一步的打击。好，那就在美中军事对话卡关301豁免再延他说，如果能够包括能够对话能够安排成功的话呢，那将是对美国总统川普第2任期以来首度美中高层的军事交流，但中方目前还没给出明确的答案那美国的国防部已经提议在93阅兵之后展开美中军事对话，那遭到中方已读不回。现在外媒就分析很有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国防部长日前对中国强硬发言，所以北京给的软钉子。另外再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93阅兵要秀出肌肉，现在微博热搜说礼炮声中的中国牌面这个是人民日报的微博，但是其他地方微博也有在转发，说这个7公斤的这个礼炮的弹盲取盲送有多丝滑，每一个门礼炮都由3名炮手负责，而且动作整齐划一，每天呢训练1000次7斤重的礼炮呢，哇，这个交接非常的顺利，做到盲取盲送所以93阅兵之后呢，可能会直接上演这一段，引起大家的讨论。另外一个判网说，这个泰硕军武说，这个共军93阅兵秀肌肉，吓阻美军进第1岛链的航母杀手的导弹跟末日鱼雷亮相最新型的达到10倍音速的超音速武器鹰击21系列呢，还有包括最新的这个歼35运输运20等等现在呢福建号的航母这些东西呢都会逐渐亮相。那中方呢对媒体表示说，这个鹰击21终端攻击的速度达到10倍音速敌方将无法拦截，而且可以威胁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好，那现在习近平是不是在挑战西方在阅兵的这个仪式上呢？现在有动荡轴心，什么意思呢？习近平呢下周将与世界受到制裁最严重的几个国家，包括像俄罗斯，包括像北韩，包括像伊朗，包括像缅甸等领导人呢，提出一起在北京进行阅兵式来对抗西方的团结那现在呢，包括了像这样子情况呢，大家说，预计伊朗总统也将出席此次的阅兵，届时呢，数万军队呢将穿过中国的首都，组成西方政治和经济分析称作的动荡轴心的4方阵。好，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现在法院打脸川普说这个关税的权益是在国会，不是在你川普身上。你看川普的反应其实跟台湾人也很像，他直接告诉你法院民主党开的，他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对啊，他就讲党派色彩太重，所以他会继续上诉
那上诉的结果是什么呢？不知道。因为美国的法官，因为他们独立性很强，所以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其实说真的很难判断。那所以也可能对川普有利，但是万一对川普不利的话，如果最高法院也裁定这个关税这个是违法，那恐怕美国的过去这一段时间全部白玩了，你都要撤销。那也面临很大问题哦。那未来这些我们当初被他课关税的这些厂商，可不可以跟他求偿？跟美国求偿，对不对？对，因为你之前违法课我关税啊，对啊，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把那个钱还给我？这个恐怕会衍生一系列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不管过或不过，对美国来讲都是麻烦。所以这个，我觉得在看了。但是关税未来会对美国的市场真的是对经济比较好吗？我是从来不这样认为。我觉得美国接下来很快要尝到经济上很大的问题。对，今年第3季就来了。因为它第2季经济是呈现成长的哦。那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赶在第2季这个缓冲期出货，那所以现在已经没有缓冲期了。那所以接下来对经济会造成什么恶果？我觉得美国民众大概自己要去承担哦。那他们现在对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就是一下子说好像两国之间关系很深啊，进展很好啊，可是一下子又说，哎，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是一直反反复复不断的在做这些东西。那他们希望中国大陆跟他买很多东西，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希望限制中国大陆很多事情。那这个东西，中国大陆不会像其他国家这样接受的。他们以为他在其他国家可以搞定，我可以强迫你要买，我可以，可是呢你就要买，然后呢我强迫要提升你关税，你又不得不摸着鼻子被我课关税。我跟你讲，中国大陆不会吃这一套，你们已经交手了这么久还不懂吗？所以他们本来一直期望中国大陆能够买他的大豆，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就是，反正你没有对我让步之前，我不可能做这件事啊，我不会碰啊。现在全世界有2个国家对美国最硬，一个是中国大陆，另外一个叫印度。但印度是觉得说没关系，我就给你课吧，反正我损伤可能没有那么大。我就摆着这样子。对，我就摆着这样。那中国大陆不是哦，中国大陆是不只是不给你课关税哦，它重点是我还要反制你。你很多东西的话，我会让你那个吃不了撑着走，端着走。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去考虑想清楚，如果他对中国大陆始终没有办法下定决心，采取一个果断性的做法的话，接下来美国自己恐怕要遭到反噬。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国会拥有抽税、关税的权利，所以其实美国宪法是把征关税专属于国会的核心权利。过去在1930年代爆发经济大萧条，就是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关税法案，使得关税一下子抬高到30%、35%以上，那各国就开始这个报复，所以呢，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大萧条。现在川普想要跳过，他要引这个1972年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授权法》，他说：“哎，这个法律给我这个总统可以去征关税。”他其实我觉得在法律层面，我是赞成上诉法庭跟他之前5月份的国际贸易法庭的判决，这是违宪的、违法的。因为那个法律只是给你总统暂时的，因为它是紧急嘛，所以你可以暂时的、专门项目的，然后短期的，采取用关税的手段逼使外国让步，或者是说使得美国如何因应国际经济紧急的情况。你现在做的对等关税是全面性的、长期的，这个全面不只是像这个进口产品项目的全面，是所有国家185个国家都被你课对等关税。那依照宪法，美国宪法规定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不是说对外的权力行使是你总统的专属的权，而是你这个关税有时候可能会升，有时候可能会降，会造成国内的产业、就业、人民的生活的影响，所以要由人民的代表国会议员组成的国会来做这个决定。这个是这样子个道理。如果就依法而论的话，我觉得很简单。但川普很清楚啊，重点不是他的推文，而是在10月14号之前，他就一定会上诉到最高法院。美国的最高法院6-3的6位都是共和党的，其中有1-2位是之前，然后其他都是川普提名的，在他第1任的时候。所以很简单嘛，跟台湾一样啦，法律已经政治化了，司法已经政治化了。在前面几个案子，这个最高法院也就是同意他，所以放心了，关税不会取消，
但是呢，这个关税最后一定会被迫降低，甚至取消，一定因为他自己做不下去。法律这个层面，这也显现出美国政治的问题。它的问题就是现在已经屈服在民粹，在政治立场上。过去我们所敬仰的美国的制度、法律依法而治，都已经是一个笑话。而这个时候，你还去笑人家全球26个国家，包含印尼、马来西亚的元首都去参加阅兵，你去笑人家什么非民主及独裁，你自己本身其实已经崩坏了。好，请教舰长。我们看啊，这一次中国大陆的抗战胜利80周年的这阅兵啊，它展现了非常多不同于以往的装备啊。那我们今天如果特别讲到鹰击21的话，大家说你没射过啊，已经射过了，而且是命中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米利这位将军啊，他在2021年的10月27号，他就证实了。也就是解放军试射了高超音速的武器，然后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我们大家回头想一想，今年是2025年，4年前，也就那个时候，美国开始急起直追。美国为什么急起直追？因为他看到对手已经实际上有命中的一个记录了，然后这一个呢，也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讲到的。高超音速的飞弹啊，那其实呢，它的速度虽然快，可是呢，它的高度并不高。那它其实呢，就规避了我们这一圈一圈的，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雷达哦。那就是规避了你的雷达的一个扫描范围，然后等到它攻击你的时候，你发现的时候很晚，但是它速度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所有公布的这一连串的这个看起来是舰用装备，因为它叫做鹰击嘛，鹰击就是攻击船上的这一种那个反舰飞弹。我们现在看到鹰击15，鹰击15其实就是鹰击12的紧致版。那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它的长度啊，因为这个长度很重要。那另外呢，我们再接下来看，这是鹰击17。那鹰击17它的前段呢，跟我们看到的这一个东风17一模一样，它就是乘波体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鹰击19，鹰击19呢，其实它比较特别，因为是现在世界上各国啊，虽然有各种模型啊，可是呢，你敢拉出来在阅兵场上的并不多啊。我们看到，其实它就是超音速燃烧的冲压发动机，那也就是它要快，它已经是超音速在飞行啊，然后它的体积只有这么短。那另外呢，比较少讲到的，也就是鹰击18C。大家说，已经有鹰击18啦，那这个鹰击18C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它有红外线的这一个巡标器，那这个也就是在多年前我们看到的一篇论文里面，它特别讲到它的这个巡标器里面是红外线跟毫米波整合在一起。我们那时候搞不清楚原因是什么，原来现在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当我们看到这些装备的时候，大家都一直指认说它是要放在这个055的万吨驱逐舰上面。那前面因为现在可以射鹰击21嘛，它当初也有一些标准。可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篇论文这一篇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论文，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奇怪的东西，也就是它竟然是一个发射箱里面装了3枚飞弹。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讲为什么长度很重要，因为这个长度第一个要能放到055，第二个它为什么用这个类似一个发射箱装起来？我们大家接下来看094的这个核动力潜舰，它是不是就可以装在这个位置里面？那而且它的这个设计绝对不是单一次，就是说单一给094使用的，也就是未来的095、096都能使用。那意思也就是美军未来你要穿越第3岛链进入中太平洋甚至西太平洋的时候，你如果是带着敌意而来的，你都要准备好解放军的饱和攻击。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现在川普是不是到处挑起纷争呢？现在美国要围堵委内瑞拉，现在呢，川普政府指控这个委内瑞拉总统呢马杜罗涉嫌与贩毒集团勾结，那现在要打击拉丁美洲的贩毒势力，所以美国在8月19号宣布在加勒比海地区部署军力。那根据传言呢，8月28号呢已经部署15舰这个舰队在委内瑞拉附近周边呢。白宫的发言人直接讲说现在有3艘的驱逐舰、1艘的巡洋舰、1艘的这个滨海战斗舰、1艘的两栖突击舰、2艘的两栖运输舰，还有1艘核动力的攻击潜舰，还有6艘的巡逻舰。所以现在不止3艘这个神盾舰下面水面下还有美军的核潜舰。那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杜罗呢，压力山大了嘛？现在美国直接包括了这个还有 P8的反潜巡逻机，至少一艘核动力的潜舰随行那现在呢？现在委内瑞拉启动军演，回应美国在加勒比海部署的这个军舰现在马杜罗说他说现在我们遭到了核潜舰的直接威胁，面对美国直接发动的这个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动员超过400万民兵，启动所有必要的这些机制来保卫国家主权，让美国的侵略者葬于人民战争中的汪洋大海甚至呢，现在直接这个马杜罗直接亲自巡视部队鼓舞士气说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加拉加斯举行的军事演习视察，因为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部署的军舰紧张仍然在持续，所以现在总统也到了第一线去看了那再来看到说现在呢，这个马杜罗也说直接谴责。说世界不能退回100年前，说你不能每次都用武力我们听看他怎么说。Porque el mundo no puede ser el mundo otra vez de hace 100 años, la diplomacia y las cañoneras. Tengo tantos cañones, tantos barcos y te los pongo al frente. Y tú te rindes. O haces lo que a mí me da la gana que tú hagas. No, eso se acabó. 我们看到这个马杜罗是蛮强硬的那现在呢，川普为何要一改常态，说什么都要打那个委内瑞拉呢？因为美国派兵南加勒比海，表面上打击毒枭，但实则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布局，还有资源的掌控。川普也想借着政治操作来做政治上的形象，还有国际权的话语权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委内瑞拉这么重要？因为它位在南美洲北部的国家，大家看到在这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堪称是南美洲的门户北临加勒比海。那因为这边呢非常多的优良港口，促成连接大西洋跟南美洲内陆的关键节点，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就像美国的后院一样的重要屏障，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关注的焦点。但会不会历史重演呢？你要看从巴拿马到委内瑞拉，美国的入侵史可能会再添一笔因为从19世纪的美墨战争、美西战争入侵海地，干涉巴拿马运河，还有包括了香蕉战争，以2次入侵古巴，推翻智利的这个政府，还有入侵格瑞纳达，族繁不及备载。那美国的军事大举入侵加勒比海不仅引发拉美国家的警惕，也被视为可能重演美洲历史上的军事干预模式。好，那现在呢，看完这个委内瑞拉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墨西哥。现在墨西哥的国会上演全武行因为他们要这个，即便美军是不是介入打击毒枭？墨西哥的参议员呢爆发了肢体冲突现在呢就这个美军介入莫国打击贩毒集团的可能性进行激辩，结果呢大家讲一半的时候，我们看双手直接推下去就当院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执政党跟反对党呢各1名议员爆发肢体冲突，直接在国会殿堂上演全武行有点像是台湾的感觉。那现在呢，另外看到的是卢比奥将访墨西哥跟厄瓜多来聚焦移民、毒品跟中国的影响力。那墨西哥呢，你上调对华的关税，成为北美堡垒。这个美国国务院说呢，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呢将下周出访墨西哥跟厄瓜多尔。那现在卢比欧此行呢，将透过跟墨西哥还有厄瓜多尔呢，强化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一方面呢是打击芬太尼跟移民问题，另一方面呢是要联手北美对抗的中国经济的渗透问题。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美国现在川普又在插手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军事威胁了，现在眼睛盯到委内瑞拉身上。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这种暗杀、颠覆的动作已经不止一次了，非常多次。他们一直想要把马杜罗干掉，是，
但是好几次都没有得逞。那当然有的时候也不见得都是美国做，因为马杜罗每一次在他政治上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美国要杀我，就这样，两个互相了。对，所以就是这样。那当然马杜罗有很多问题啊，委内瑞拉状况也非常不好。可是川普采取这么大的动作，动员了这么多舰队，甚至还有这些海军陆战队，对，一副好像要采取武力进攻的样子，这当然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状况。那问题是他在那边也好几天了，是他已经在那边持续好几天了，他也没有真正的进攻，他大概就是在海上去做一些搜查船只啊，看看有哪一些是毒枭的这些船啊，这些东西，他也并没有真的进攻。所以现在白宫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说，他实际采取进攻的可能性不高了，因为这其实违背这个川普跟范斯他们一直在讲的，也就是美国要采取的是快速打击、快速行动，他不会介入一场持久的战争。因为马杜罗现在就是说我动员全国，你看400万民兵，跟你拼了啊，对不对？对？我就全国上下跟你拼了。那当然这也是另外一种虚张声势啊。说真的，我也不相信他有400万的兵队，但是老实讲，就是他要展示给美国，让美国知道，你如果攻进来的话，可能不是那种手术刀式的一击必杀，反而可能是就是一场旷日费时的，也不是软柿子战。对，那所以美国自己就要去考量，你有没有办法一下就抓到马杜罗？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你可能就要三思，因为马杜罗为了防他都不用美国的手机啊，他都用华为，多很大，他怕被你定位啊。是，所以要抓到马杜罗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他毕竟也逃过美国很多次暗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舰队大概会在那边停留一段时间啊，但是应该不会采取直接入侵委内瑞拉的攻势，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讲太冒险了。那可是你说墨西哥，因为他们打起来，对，其实这在墨西哥根本小事。是墨西哥，打得算蛮客气的哦。墨西哥在墨西哥最危险的职业叫记者，好吗？记者在那边，而且没有在墨西哥当记者，对，经常在那边就消失不见。所以在这个国会上互相推挤一下还好啦，叫他来台湾观摩一下。我们台湾其实比他们厉害多了。是。那至于说卢比欧这个去对墨西哥跟厄瓜多施压，这很正常。非常正常，墨西哥也已经同意要对中国大陆那个提高关税。那我想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不这样做的可能性几乎是0，因为他也高度依赖美国的经济，这也是中国大陆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是，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我们这样讲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美军啊大举开进这个加勒比海啊，我们其实如果没有看到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战争的话，那就代表就是刚刚马杜罗所讲的所谓的炮舰外交啊，他只是要进行这个帝国主义的海军兵力展示而已。那他为什么不太可能实际上进攻？我们不要忘了，川普真正要追求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啊。那他只要一进军委内瑞拉，这个奖就飞了，所以不可能啊。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他有这么多的舰艇呢，现在都在南方司令部的指挥之下，在进入加勒比海，然后接近委内瑞拉。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他这是敲山震虎啊，他这是给巴西一个提醒剑指巴西啊，就是你不要我给你这么高的关税，然后你还继续的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啊。那当然委内瑞拉也是啊，那他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嘛。那他当然在那边扯什么有关于这个贩毒集团的部分。那贩毒集团你应该用的不是海军部队啊，你应该用的是海岸巡防队啊。你海岸巡防队还有紧追权，也就是我在公海发现你就一直追，把你追到这一个领海之前啊。所以我们这样讲，这些看起来都不合理啊。那他这个兵力其实也就是一个标准的2栖预备支队的一个编组啊。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也就是它第一个，它会有这个2栖攻击舰啊，然后还有船坞登陆舰啊，还有2栖运输舰，它这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很恐怖，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样子呢，
但是当他认为美军真的南方司令部这么厉害吗？还真的不是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看看这个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他的一个说法，也就是在这一次动员之前啊，其实呢已经8个月都没有运作了。为什么8个月都没运作？因为你的船一直有问题啊，不止船有问题啊，你的军纪也有问题啊。为什么军纪？现在美军都不是我们以前想象那个样子。因为现在美国海军啊，你高中没毕业也可以去当兵。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要当兵啊。那我们这边看到啊，他这边特别讲到的就是全师号。全师号上面呢，其实呢，他接受了2次的一个调查。那这些调查牵涉到有关于装备的问题以及人员纪律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它只是一个兵力展示，只是一个炮舰外交、敲山震虎而已。好，请教杨老师，真的不要轻忽川普发动军队进入到委内瑞拉，攻击委内瑞拉的军队，就要去逮捕马杜诺的可能性。因为在1989年12月，美国就做过同样的事，老布希总统就命令美国的军队28000名进入到巴拿马。发生战争，数千名巴拿马的平民死亡。巴拿马当时的领袖叫做诺瑞加，逃到了教廷驻巴拿马的大使馆，后来被迫投降。美国把他抓到美国去，关了10年。关了10年之后，送到法国去判刑，关了10年。到了2010年，再把他送回巴拿马，巴拿马政府继续判刑，一直到他2017年死于狱中。各位，为什么巴拿马？因为巴拿马的运河，你跟美国唱反调，而且控制影响到美国的关键军事经济的命脉。而委内瑞拉的问题在哪里？不只是马杜诺，重要是之前查韦兹，因为委内瑞拉有油，而他的社会主义的做法，就使得整个中南美洲几百年来，有钱的地主跟随你美国，没有钱的贫苦大众就希望能够有社会主义拯救他们。所以你看，巴西现在鲁拉就是社会主义的代表，而阿根廷就是美国的傀儡，一直不断的这样子重复的。但如果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用他的油去支持扩大反美在中南美洲的情绪，那当然不容许你。所以各位，马杜罗很可能会面临到一个灾难，也就是说，他真的可能面临到美军的攻击。当然，川普要不要这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当时1989年的时候，美国结束冷战不得了啊，怎么还允许你这样一个小苍蝇在我的面前飞来飞去？现在他可能不一定，他兵临城下的这个做法，说不定是要你这个有所警惕。不过我觉得马杜诺，因为他是继承了查韦兹，查韦兹在现在整个中南美洲还是有非常高的人望。因为当初他拿油来去这个得到的经费，然后去援助所有这些中南美洲穷困的国家跟人民，委内瑞拉也是如此。委内瑞拉的的确确，你要知道，中南美洲啊，出这个世界小姐最多的地方就是委内瑞拉。那曾经有一度政治稳定的时候呢，也算是 OK。可是现在呢，碰到就是美国要对他动手，我觉得委内瑞拉人现在面临到一个两难，哦。是不是关税的问题？现在呢，他们的法院判说这个对等关税是违法的。这个是他们的联邦上诉法院在29号已经进行裁定了，认为川普实施大多数的全球关税都是属于违法的啊，认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超越总统职责的问题，但是他说好啦，这些东西我们还是先暂时维持有效，直到案件进一步的审理，就是现在还是有效，但他认为这个有违法疑虑。川普赶紧跳出来了，不要这样子哦，这样子会怎么样？取消会摧毁美国。他强调哦，说如果啦，你现在呢要取消关税的话，那就会削弱美国的经济，甚至会彻底的摧毁美国。但是克鲁曼老师告诉你，
这里面有矛盾呐啊？为什么？因为它直指你不是说现在状况好得不得了吗？没有任何通膨的问题吗？那怎么又同时在经济很好的情况之下，因为那个关税的它使用的这个条文是什么？需要激烈措施紧急状态，所以他才能够用总统的方式来去做这个职权，然后呢要求要设一个对等关税法。那这里面就有矛盾之际啦。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可能在美国他们内部就自己解决？我跟你讲，大家会很希望这件事情，美国人也希望啊，这个关税一搞下去啊，在中方还没有跟美方达成协议之前，美国农民已经先要崩溃了，因为他们说今年大陆一船都没买什么？买大豆。以前呢，美国大豆主要销往对岸，但现在他们发现了一船都没买，而且呢还告诉你，未来1年他们还要再跟阿根廷、乌拉圭买，不是先前你来我这边减买是跟巴西买，然后我这边少买啊，少买还是有买，今年都没买，明年你还要去跟阿根廷，然后跟乌拉圭买，那不就真的明年也不会来了吗？所以美国大豆农很生气。那现在呢，美中怎么谈？贝森特告诉你，叫做一切都可谈，目标是全面重设经济关系。你一切都可谈，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有可能一直谈，一直谈，马拉松的谈，但也有可能就是那个54%的关税了吗？好，线下会什么发生都没有人知道啦。可是知道的是，美国其实现在还是有一点理性的，包括在301关税的豁免期限，其实呢8月31，也就是今天到期了，他们再把它往后延到了11月29号才会届满。如果这个呢，他们现在真的要好好的来处理的话，那可能又会跟中美之间的贸易、创新、半导体、电子等等，会再产生其他的影响。好，这个东西先把它往后延，是不是线下把关税先解决？毕竟啦，不是只有中方跟美国有摩擦而已。来，印度摩擦更大了，印度已经摩擦到这个莫迪都已经出发前往中国访问了。他在接受日本的访问的时候，他强调了印度跟中国呢是保持紧密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对区域和平繁荣很重要。甚至呢，现在他们自己内部的媒体放出消息来，彭博社的报道说呢，内部媒体有提到习近平3月的时候给了一封秘密信件，这个秘密信件不是寄给莫迪的，是寄给印度总统德穆尔穆。那他呢，基本上寄给他是象征性的领导人，但这封信最后一定会被转交给莫迪。那3月寄给他，但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动静，一直到6月的时候，莫迪呢才开始认真的推动跟中方的改善关系。也就是说呢，这个橄榄枝是中方给我的，我现在印度只是回应这个橄榄枝。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目前不管是怎么样，金砖国家大家要看的是后续发展。好，毕竟这 BRICS 还有一个叫做巴西，这一次在关税战当中也是跟美国摩擦的很严重，毕竟美国直接对他寄了50%的关税，所以他们现在就直接在讨论了，到底能不能够一枪就回敬对方一枪，那以牙还牙有这可能性吗？他们在讨论更多的适法性问题了。回过头就想要请教一下帅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哈？将军，他现在呢要可能川普会违法哦，那如果违法的话，那不就等于这个贵梗关税就会全部喊卡？川普说万万不可。当然，现在川普现在是骑虎难下，因为你这个事情是违法，违什么法？关税是要国会通过，你这个有国会通过吗？对，这个问题是一个延迟的炸弹，现在还没爆嘛。等到关税影响民生通膨的时候，这个火药就会爆。现在川普最急的要解决的是农民的问题，因为9月开始就是大豆的采收季，采收到11月还没有东西卖出去的话，没有订单的话，这个大豆就要烂掉。所以这个问题是牵涉到川普的选民的问题，所以你看他301条款那是另外一个条款，但是他要把它延到11月。对，那说不定就用这个东西，好像释出一点橄榄枝，再来跟中国谈大豆。因为中国大豆虽然是跟巴西买，还有一些余额，那这个余额是不是美国要的？就是说至少表面上还跟我买。你知道吗？听起来明年可能是阿根廷跟乌拉圭。对，中国大陆把话放出来了，这个余额说不定我跟阿根廷、跟乌拉圭谈不好，大家不要谈。所以
川普现在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对全世界那小国家凶得个要死，对中国一言再言再言3言。为什么？你的命根子被捏到了嘛？一个是稀土，一个是大豆，这是马上就是现眼报啊。因为到今年年底稀土就库存没有了。那到今年的11月，你黄豆出不去就烂掉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今天中国敢跟你干到底，这是第二个。印度的观望。印度前面不是说3月4月有兴趣吗？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跟川普闹翻到那个地步嘛。现在闹翻到这个地步，他只有把这个信的内容拿出来跟中国谈谈嘛。这个好处，中国也不要指望印度能够跟金砖能够打成一块，至少你不要扮演搅屎棍啊，对不对？因为印度这个人，莫迪人反反复复，美国把他关税取消了，马上印度又去投靠他。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至少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川普跟莫迪的斗争期间，印度、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5个大国粘成一块的话，对美国就是个威胁。对美国就有谈判的价值。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被霸凌的小国就在观望。所以你看，欧洲不是讲要10年啊，什么东西？哎，你川普也只能干1任吧？对不对？大家都在等后面的变化，唯独我们这边无条件的就吃下来了。我不是不赞成买武器，你给了那么多钱，能买哪样像样的武器？请你告诉我。我们的国防预算被浪费到什么程度？去做一个不能潜又不能打的潜艇，然后再买美国那种战场上已经不用的无人机，还买地雷，那个跟我们未来作战一点保障都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白花钱。我的感觉是，美国不要把台湾的每一滴血榨干为止，晶片全部要移过去，精密机械垮定了，失业率就提高了，关税再加上去，你再加上买武器，还剩一样，外汇存底。统统弄完了，台湾被榨干以后，还有一个用处，把你卖给中国。最后就变成人财两失了啊！连个死人都可以卖嘛。来请教一下岳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好，我这边想强调一下哈，美国的上诉法院今天仲裁，那个川普的那个关税不合法、不合于规定的时候呢，有几个细节啊，我在这边稍微，这个是变成今天最重要的头条消息，大家都非常非常注意，因为这个确实影响到世界。然后川普立即在他的那个Truth Social 里面做了回应啊。那么这个里头的话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川普原来谈这个关税的时候呢，以些微的差距，尤其是在参院投票的时候，50比50，然后范斯投了一票，51比50，他是做了这个通过啊，这个是这个要强调的一个重点。但是川普在这个宣布关税的时候呢，他宣称国家进入了紧急的状态。对啊，然后呢，因为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所以说现在呢，美国的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美国国家受到了安全的话，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其他人征税，啊，称之为对等关税。那个时候的这个纳瓦罗的那个时候呢，教了川普关税这一套，他觉得很有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美国还是有明白人的，克鲁格曼就是明白人啊，这个他心里就非常清楚。他说川普的观念的话呢，基本上是矛盾的。你一方面的话呢，强调美国经济非常强大，然后呢，美国跟谁要钱谁都不敢不给啊。另外一个强调说了，美国现在的经济已经衰弱到了几乎就是说，如果再不收这个关税，马上就完蛋了。所以他自己今天在他的 Truth Social 里面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法院的，就是申诉法院的这个仲裁的结果会摧毁掉美国啊。那个川普本身这个做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呢，因为这个申诉法院里面这个规定是到了10月14号。然后才开始做进一步，这中间的话给他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的话呢，1个半月的时间，让他做一个反省啊，就知道这里面是做的事情，可能有一段法律上的过程。不过这个里面的话呢，对川普来讲的声望跟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这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遵守法律的话呢，那么这个川普可能这个关税的话，他没有这个权利啊，而且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有谁有权，在美国有谁有权利征收关税呢？国会才有这个权利，他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情。所以说，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个总统，你没有这么大的权利来收这个关税。这个其实的话呢，对川普是投下了一个不信任的投票，因为接下来的话呢，他做任何事情都会很麻烦。然后第二件事情呢，讲到大豆的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完全呢是美国当初这个失算的一个结果。美国会觉得说，因为原来在2018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刘鹤当这个副总理的时候，那美国本身来讲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呢，大陆就以为要平衡贸易的话，就要跟大陆买这个黄豆、小麦、玉米啊，黄小玉，那这样子的话来进行。所以美国基本上信心满满，认为大陆一定会买美国的黄豆，这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呢，做梦没有想到，大陆呢，因为这个关税东西，尤其是美国得罪了巴西，这个国际上的关系是联动的。大家要知道，这个国际关系联动，所以说是美国在维持这个霸权的时候，对于任何的联动，它其实是非常在意的。那这个大豆的话呢，它有3项特点啊。第一个的话，你要人家种这个大豆，它是长期的，那要做很多准备啊。那这个约一签下去了，那不可能签1年了，说明年就换什么的。所以这第二点就是长期的约。然后第3点的话，它是刚性的需求，而且大豆本身来讲的话，对美国的农产品构成了川普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川普能够选上，大家都听过一个名词叫红脖子，红脖子讲就是农田的人，他们在田里工作，是脖子被太阳晒得红红的。这个情况下，那大家都说我们支持你这个半天，搞了个半天，我们农产品卖不掉，得烂在地下，那这样子还得了？所以说呢，就纷纷抱怨啊，产生感觉，因为他们也一样情况，他们要投资，他们要设立，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大豆卖不掉。然后呢，他们的设备，他们明年要种什么，这个都已经弄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巴西，然后大陆现在借这个机会啊，我们要买这个阿根廷的大豆啊，是要买巴西大豆，不止大豆啦，我跟你讲啦，肉、牛肉啊，什么东西，一个美国的东西的话呢，高科技产品。先锋讲得很对啊，高科技的产品你不卖，光卖黄小玉，这管啥用呢？对不对？而且这个巴西啊、阿根廷他们都可以取代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下，现在目前他们正在谈，我觉得原来谈稀土，现在连大豆都谈进去了，现在李承刚跟贝森特然后在华府谈了。啊，我相信这里面他就会谈到，因为美国本身来讲，为了找出路，所以要人家买美国的大豆，这是明摆着讲出来的事情。来请教一下大众老师怎么看？对，因为这一次这个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哈，法官是以7-4，才做裁定。他基本上理由就像刚才苑老师所说了，就是贸易逆差并不能构成紧急状况的一个理由。那这当然是在现阶段对川普而言是一个挫败，但是因为这法律程序还在进行之中，看起来其实川普不会轻易就范。我完全看不出川普会因为类似法律的意见跟见解而有松动这种可能性。现在重点是什么？因为重点是还是美中的贸易谈判。好，因为这对川普全世界在谈对等关税而言，哈，中国大陆就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因为它有相对应有效的、有力的一个反制措施跟筹码，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关键矿产啦、稀土等等等等。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谈判远比外界想的更复杂，时间耗得更久。好，因为已经3轮谈判，从第一次的这个瑞士啊，这个伦敦、斯德哥尔摩，那这一次哈，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副部长李承刚到这个美国华府，他基本上哈是谈的是比较技术性的谈判。如果根据美国的讲法，那下一次真正正式的第4轮谈判应该是在10月底、11月初，这是美国已经官方的讲法。这可以我们来推估一下哈，假设第4轮正式谈判是要拖到这么久的话，那之前所谓的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会面，我觉得就未必会在10月底、11月初的韩国 APEC 峰会，因为当时到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尘埃落定，所以这整个过程可能还在往后推。如果往后推的话，就不无可能。假设谈判最后还算顺利，达到川普所认为的对美国非常有利，而且双方各取所需，那我觉得不能排除川普有可能去中国大陆，但是一切前提是以谈判的结果。中国大陆就是正式的国事访问。那第二点是哈，因为现在有很多因为美中的谈判很复杂，但是你看川普最近好多的放话，蛛丝马迹都显露出来。大豆的问题2个礼拜前川普讲过啊，他突然抛出说美国农民的大豆很棒哦，多买一些，买4倍。去年美国出口的大豆是1亿多公吨，里面1/4买家是中国大陆。前几天，川普又突然跑出来说这个中国大陆留学生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些议题都是谈判可能触及议题，还有
不久之前，川普也讲过说，我们也很有筹码哦，不是只有稀土而已。中国大陆的喷射机的隐形零件还是要靠我们。所以他所发言的每一次都代表说，这就是目前美中在谈判的一些蛛丝马迹的讯息。川普有的时候是我要的东西公开讲一次，或是我们不是完全没有所任何的筹码，川普也会讲一讲，我们的筹码可能是什么。那这些都是暗示到最后美中可能谈判结果一定是不是很传统的，只是在就关税论关税，它会扩大到贸易，甚至其他美中的一些广泛的战略议题。那假设是年底之前有机会王对王上谈判桌，那很合理。北京一定会把台湾议题拿上来讲，那这时候看川普怎么样的因应，这些都是还是不确定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其实非常有趣，目前这个双方啦，就是比较天平上的量级比较差不多所以王对王是高手过招。好，必须也知道，就是如果到时候真的再被放上去的时候，那我们手上有什么东西呢？其实现在手上的东西真的很少啊。来，但您看看的是，基本上对于美中之间，我们刚刚讲了嘛，包括了关税战，包括了半导体，好，现在呢都是还持续在战当中。因为呢，美国新闻调查机构他们就直接在7月的时候有一个报道，那个时候也有跟大家来讲过，说呢他们有发现微软在中国的工程师是参与协助五角大厦维护云端运算。在中国的工程师，他们就担心这个中国工程师会不会之后有什么泄密啊，发现了他们的军事机密等等的问题，所以他们的五角大厦这个国防部长 Hexas 马上就讲说，好，不行，不要再让他们过来了，因为呢此事违背信任。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现在有一些人，他也是需要做生意嘛，好，比如谁？比如说三星啊、Intel 啊、SK 海力士，民间人士。以前呢，本来在拜登时期还说可以啦，给你卖啦，哈，基本上呢就是只要我允许的都能卖。但现在这一些的允许，可能之后不被允许了，因为川普政府决定要取消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在中国工厂使用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时候的个别许可特例豁免。也就是说呢，本来你用到我的技术，我可以给你用，让你有钱赚，但现在呢，这个东西要取消了，这个措施明年1月就会正式来启用。这里面好像没有看到 Intel 哈，那别人的钱不能赚，自己的钱还是要继续赚。其实呢，对于中方来说，早就知道一定会是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呢，他们在年初的时候也很直白的讲，他们就是要倾全国之力来发展他们的半导体产业。目前知道的是，华为呢说第一季少赚了32%，那你就会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原因是因为把钱都拿去做研发了。他们在上半年说研发投入的经费是年增9.04%，金额969.5亿人民币。这个研发经费呢，占营收的比重是22.7%，将近1/4，非常非常高。业界的分析就直接讲了，说呢要花这么多钱，肯定就是要在 AI 还有云计算这边要奠定一些基础。那这个基础很有可能在竞争力上面，会不会未来有机会翻盘？这是大家在看的一个点。另一个点是什么？是不是只有华为而已？阿里巴巴现在也开始要自制 AI 晶片，好，可是新版的这个 AI 晶片它不再由台积电来生产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他们就直接讲，这个 AI 晶片现在在测试阶段，是由一个中国企业负责制造的。以前他们把 AI 处理器给台积电生产，但现在是不是因为台积电有人说现在已经变美积电了，所以呢也不给他了，给中国企业来负责制造呢？另一个呢，则是先前在大陆呢，其实大家说喊5G，比较少人说他在 AI 产业有什么样的厉害黑马，但现在呢，他说已经被誉为中国版的 NVIDIA， 原因是因为呢，它可能会成为 DeepSeek 主要晶片的供应商。那前几天你在上海 A 股这边也看到它的股价是因此而飙涨，甚至从去年以来呢，已经大涨超过了大概500%，也就是5倍之多，市值突破6000亿人民币，成为新股王了。其实不是只有半导体业，还有的是什么 AI， 某些层面也牵动了智慧车。好，智慧车呢，现在在海外的扩张，说
比亚迪上半年利润增加年增14%，已经第一次的超过了特斯拉。另一点呢，则是在欧洲市场，原因是因为欧洲市场特斯拉的销量骤降40%，很多4成。那比亚迪呢，注册量反而是翻了3倍之多，这个增长呢，说是不是去年同期增长来到超过225%，也就是2倍多，那就会让大家看到的是问题在哪里。有一些人说啦，这个那个特斯拉的老板本身政治倾向啊、讲话的方式啊，让欧洲人很反感等等，可能有问题。另外也有人说，会不会其实跟安全问题有关？就是 Cybertruck 呢，现在被发现说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因为断电了，所以逃不了，导致当时这个意外是车主呢就在车子里头被活活烧死。安全问题如果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话，那当然确实会对消费者带来一些疑虑。但回过头来请教一下帅将军，原因是因为呢，在美中之间的对抗，科技战某些层面上面，基本上也跟军事息息相关，所以才会让美国国防部这么在意。军事上，现在中国发展的优势已经美国感觉到非常害怕了。因为无论是海军、空军各方面都超越你，就是说数量上还在增长，但是科技的程度已经超越了。现在美国主要打的是经济作战，经济作战就包含关税。但是你要看得出一点，川普也是见一关过一关。最早以前4个月以前，不是担心什么这个零售商快要断货嘛？他后来不是延期吗？对，因为他怕的是感恩节、圣诞节没有货，那对美国是 shock。他延长90天，大家要拼命，所以拼命去。就美国现在有些囤货了，这些囤货等到下一个90天完了以后，囤货也没有了。所以川普先遏制到通货膨胀，不要很快冒起来，他是这一关要过。第二关要过就是黄豆关，黄豆关如果11月前不解决的话，黄豆就出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跟中国大陆谈判没有成果，所以他要别的地方施压，就包含了这个限制海力士、三星无所不用其，这跟你没有关系嘛？原来你承诺可以卖了，不能卖，台积电的东西也不能卖给中国大陆，所以你这种压力之下，华为就反应了。华为是个很了不起的公司，他拿22%的盈利拿来投资研发。这个研发就是你卡脖子的东西，总有一天被我解套。那一解套，美国的科技战就完了。所以你现在看，腾讯啦、比亚迪啊、小米啊，都在投资这一方面，所以很多公司在跃跃欲试。换句话说，华为带的这几家一旦突破的时候，美国的科技战就垮了，因为你美国自诩 AI 是未来的发财的经济母。中国大陆 AI 人才不少，那这边4家公司跃跃欲试，总有一天会突破。所以这个大势趋势看来美国的科技战最后只剩下金融作战，就是美元跟 SWIFT 的那个银行系统，这边呢已经快要到决战的关头了。就是说这边所有的公司的研发已经到了攻击发起线，什么时候冲锋，顶多半年就可以看得到。所以美国现在川普也是焦头烂额，你不要以为看他口气很嚣张，我认为他现在是一关一关挨得过，对不对？其实现在大肉关3个月就见真效，对不对？后面明年的通货膨胀那一关要不要过？在通货膨胀一起来，法院的这个规定，就能生效。所以你不要看川普表面很嚣张，骨子里日子也不好过。承担大位啦，哈，但问题来了，他这个承担大位，所有的这些纷扰，不也都因他而起吗？到底之后美中会怎么战？等等回来，请嘉宾继续点评。好，欢迎回来。我们讲到美中之间的半导体战，现在出现了黑马了，这个是称为中国版 NVIDIA。来请教袁老师。
对这个刚刚讲的这些消息当中啊，有一点呢，整体的概念呢，就是说美国认为说是用高科技打压中国，会使得中国高科技不会发展。这个观念的话呢，大家一听就知道明显有错误。我说句良心话，不打压的时候，搞不好还真不发展，因为就分工嘛。你一打压的时候，它非发展不可。那个华为就是个例子啊。那为什么它一季度的时候收入特别少呢？它通通拿去再投资了嘛？为什么？因为它会想到未来嘛。未来的话，你不能够老是被人家卡脖子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这个华为也好，现在阿里巴巴它要 AI 的芯片，也是要有自己做的芯片，也不要台积电代工了。这个现象基本上我们早说过好多次，早就可以预料到。那这个寒武纪我们稍微聊一下，是这个寒武纪当中的话，江西南昌来了2个兄弟，来2个小天才，请大家注意啊，现在的科技城已经不是深圳了，现在科技城是合肥安徽的省会叫合肥，中国科技大学里面那个他们的兄弟这个就是2个姓陈的兄弟，陈云记跟这个陈生史吧，他们兄弟这2个的话，哥哥呢是少年班中国科技大学里面的话呢，专门是学这个芯片的。弟弟呢，专门是学 AI 的，都是少年，都是14、5岁、6岁就去这个天才型的人就读这个科技然后一个做芯片，一个做 AI 兄弟2个在一起一结合，成立了寒武纪的公司，取名做的东西就是 AI 芯片AI 芯片大家知道非常重要 ，GPA 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寒武纪现在的话，技术上来讲指日可待，因为这个股票中所展现出来的它这个里面的估值是4000呢涨的时候上涨是500%，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数字，在大陆一夜之间变成股王超过茅台，但是又下来了这个大家要了解，这个里面的话呢，它代表3件意思。第一件意思呢，因为股票的话，大家是看你后面看好，是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这边所谈的话呢，因为美国现在的话呢，强调所有的做法上来讲的话呢，高科技不能够对大陆输出的情况下所产生这个结果，就是美国的高科技的话，像这个英伟达公司的东西的话，它如果不卖给中国，他卖给谁？如果说是他钱不够，他就发展上不理想。那大陆现在的话呢，这个寒武纪的话呢，很明显是国家在鼓励。虽然它是个民营公司，但是他哥哥本身跟弟弟公司的话呢，在安徽合肥，他们有这个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支持。然后另外第3点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会构成了一个狼群效应。这个大家要了解，这个科技发展的时候，像我们在台湾的话，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台积电一枝独秀。那之外的话呢？那个什么台积电一枝独秀的话，剩下的在旁边卖一些什么餐厅啦、自助餐啦什么，他们要吃饭，那其他的就没办法配合的。但有很多的小型的厂商，但是没有办法达到他们一样的成长效果。那大陆本身在这种被逼迫的环境下的话，你看我们刚刚讲都是华为啦、阿里巴巴啦、DeepSeek 啦、寒武纪什么的这一些。陆续所出现的一个影响的狼群效应，是大陆目前为止底气的所在，而且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打压是没有用，你放开搞不好真的不行的。是我们等回来呢，要请大钟老师来帮我们总结。对，我们知道，过去2年左右，这欧盟对于中国大陆祭出很多的一些措施啦，主要是电动汽车。好，所以经过1年多的这个反补贴的调查之后，我们当然应该还记得，最后它是给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厂商课加额外的一些关税比如说比亚迪10%，对，后来经过调查之后17%，好，所以加起来就27%，上汽集团35%，加10%，原本45%，非常非常高。但是呢，因为比亚迪有一些策略还是蛮成功，我觉得最主要是它的实力啦，就是它即便是有评估，即便加了这些关税之后，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力，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它的提供欧洲的这个产品还蛮多元化的，除了纯电之外，也有油电混合，因为油电混合就可以少掉很多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欧盟提出的一些制裁跟框架，所以这方面是非常成功。意思是说，它假设这台车它的售价在欧洲2.5万到3万欧元之间，其实卖的也不错。如果是更高阶的这个品质更好的那个更高阶的车子，其实它也还有它的竞争力，这是一点。所以意思是说，比亚迪目前跟特斯拉有点是反转。有点是市场的重新洗牌。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其实这也跟特斯拉自己的经营策略，或是马斯克本人相关因为很多人说，马斯克在前几个月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个特斯拉上面。